赵姨太，这次皇后娘娘玉玺，上下都得格外当心，尤其是饮食上，除了御膳备膳的厨子，还有你和我，旁人不许经手。哎，连连心都不能报。人越少越干净。还有，太医院几位德高望重的太医，一日3次轮流伺候着，一切都只为皇后娘娘平安诞下皇子。行，进去吧。怎么样？回夫人话，从胎相来看，十有八九是个皇子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等的就是您这句话。苏烈打赏是。啊，快给齐太医赐座。臣谢皇后娘娘恩典。齐太医，皇后娘娘，从目前来看，您的胎相虽好，可是从脉象来看呢，虚滑无力，脉细如丝。臣以为，难道龙胎不好？齐太医，您可别吓我。是这样，夫人。皇后娘娘已不是玉玺的最佳年纪，又因端会太子之薨忧思过度，这些年神思操劳，导致体质虚弱。虽然微臣一直用药为皇后娘娘催孕，但是您在玉玺之前日夜侍疾，劳累过度，这便是玉玺的时间不太对。你只要告诉本宫，能不能保住龙胎？当然能，但是皇后娘娘玉玺刚足3个月，未免母体孱弱，以致胎儿不保。臣打算少爱保胎。少爱保胎？是。那必是有滑胎之象啊。是啊。娘娘不要着急，臣这也是防患于未然。只要是能保住龙胎就好。那皇上那儿……您放心，臣会暂时替您隐瞒的。不，齐太医，您一定要让皇上知道，皇后娘娘替皇上怀嫡子有多么辛苦，多么艰难。即便您要稍爱，也必须皇上在侧陪伴娘娘，让皇上亲眼看着娘娘的辛苦，这样皇上才能对这孩子倍加重视。齐如明白。皇后娘娘，臣告退了。有劳您了。齐太医，您可千万要记着，皇后娘娘腹中的龙胎不仅干系着富察氏的满门荣耀，也干系着您的身家性命，您可务必仔细着。是。额娘，你又何必吓唬齐汝呢？他做事也算当心了。我不是要他当心，是让他拼着性命护着你们母子。皇后娘娘，您的年纪不小了，这一胎若不能保证母子平安，往后咱们富察氏还指望什么呢？咱们富察氏的一切，就全指望着您这一胎了。我明白，我一定会生下嫡子，不让皇上失望，也不让额娘和富察氏全族失望。下去吧。立新，你先下去。听说皇后怀相不太好，那又能如何？如今皇上心思都在那儿，我膝下只有一子，而皇后怀有龙胎。若是皇后生下嫡子，那朕就什么都与我们无望了。
皇后生男生女还未可知，诸如可现象反而在预习。皇上可还是去长春宫？皇后这一胎怀相不太好，朕有点放心不下。是。停！什么声响？仿佛是北琴。宫中会有北琴的，唯有嘉妃娘娘。娘娘，艾草不够了，臣下去再备些。有劳齐太医了。娘娘，纯贵妃生了位公主。好啊，陈贵妃也是儿女双全了。是，皇上也欢喜得很，说自和敬公主之后，宫中再未添过公主，所以给四公主取名为景琰，还赏了许多恩赏。本宫这儿也按贵妃的例，足足添一倍，赏纯贵妃母女。是。还有一事，嘉妃玉玺已经2个月了。哦，都是好事。你去告诉嘉妃，让她好好安胎。皇额娘，是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快起来吧。皇额娘，您看儿臣画的画。不错啊，看来你跟郎画师学画很有长进啊。真的吗？郎先生也夸儿臣画的好呢。只是这画里只有你跟额娘，若是再添一个小阿哥，那就好了。只是，儿臣想在画上的时候，只有皇额娘陪着儿臣。都是要做姐姐的人了，不许小气。今日纯贵妃又生下一个女儿，这往后宫中就不止你一个公主了，你更要拿出做姐姐的气度。那公主和公主也是不一样的呀。儿臣是皇阿玛和皇额娘的女儿，是嫡出的公主。除非皇额娘再生一位妹妹出来，才能跟儿臣一样呢。不许胡说，皇额娘给你生的一定是个弟弟。是。莲心，快给本宫继续熏着。是。太后，今日是四公主喜丧的日子，您不去热闹热闹？行了，下去吧。罢了，
哀家去皇后那里刚回来，有些乏了。皇后娘娘这一胎要紧。是啊，齐汝都告知哀家了。皇后都已经在烧艾了，能保到9月就万幸了。皇后娘娘年岁偏长，若是孩子再不足月，那便胎里弱了。要是淑嫔有个孩子就好了。虽说她每次侍寝后，皇上都让她服坐胎药，说是盼望早得子嗣，可奴婢怎么觉得那个药不大对头呢？是吗？难道皇帝是防着她是叶赫那拉氏的出身？再不济，皇帝是防着哀家。皇上若要防着太后，大可不收下庆长在和淑嫔，何必费这个麻烦？咱们这个皇帝心思深着呢。娘娘，齐太医已经说过了，一定要好生休养。皇上重农桑，亲残礼是中宫皇后为天下之父做榜样的大礼仪。今年却是贤贵妃越俎代庖，替本宫去行亲残礼。总要有人替娘娘去的。让没儿没女的贤贵妃去，总好过让有3儿1女的纯贵妃去吧。你看的还是不够清楚。纯贵妃再能生养，也是汉军旗出身，皇上对她不过尔尔。但是贤贵妃却深得皇上的宠爱。若不是娘娘怀有身孕，皇上又怎会让别人替娘娘去行呢？只要平安诞下皇子，娘娘就什么也不必担心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哎呀，今天看贤妃那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我满心里不高兴。这论资历，论子嗣，姐姐你哪一点输给她呀？竟是她替皇后娘娘行亲产礼。妹妹慢些。哎，我呀，哪有那个资格呀？虽然同为贵妃，可是以前在前邸的时候，她是侧福晋，我不过是格格。姐姐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您有2个儿子1个女儿，还抚养着大阿哥，他只不过就抚养了5阿哥而已。若是您被他比下去，那您的孩子也被5阿哥比下去了。说这些做什么？瞧你脑袋，当心动了胎气。哎呀，哪儿就那么金贵了？怀着的也不过是庶出的儿女，比不得中宫的嫡子。别说这些丧气话，我看你这怀相，8成又是个阿哥吧？嗨，我呀就只盼着能生个公主。若是皇后娘娘生的是个皇子也便罢了，若是她生了公主，我生的是个皇子，那不是讨人嫌吗？你要这么说，那我生了3阿哥和6阿哥，岂不是更讨皇后嫌吗？哟，姐姐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皇上，参汤都热了好几回了，
你就喝一口吧。这原本是春播的时候，京中大旱，滴雨为下，春耕无法进行。到了秋日，颗粒无收，民心必定不稳。农桑乃国之根本，皇上让臣妾去代行清蚕礼，也是要让天下知道皇上对农桑的重视。朕打算素食1月，斋戒沐浴，步行到元秋，行大禹礼祈雨。皇上圣心独运，天地亦能感知。太后也说连日无雨，后宫人等会和太后一起去安华殿祈福。主儿和皇后娘娘是太后特别下了懿旨，不必去安华殿祈福的，免得动了胎气。说来，您这肚子也有6个月了，轻易动不得。是啊，浑身酸痛的。可皇上只重视皇后那一胎，我这一胎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。得想个法子，让皇上重视我，重视我腹中的孩子。主儿，这才4月，御花园的花花草草都枯了，半天也没挑出好的来插瓶。现在宫里上下都在为今春无雨祈福斋戒，没事不要在外头瞎晃悠，没得让人以为启强宫上下都不曾为皇上分忧。是。齐太医，娘娘自午后便有腹痛之兆，如今更是抽痛的厉害。这龙胎，齐太医，龙胎有危险。已经用过针灸了，可胎儿依旧有下滑之象，怕是生产在即。能保得足以而生是臣的无能。这龙胎只有8个月大呀！此刻不是责怪谁的时候。齐太医，你便告诉本宫开刀如何？娘娘请请安心，既然龙胎想要落地，臣当力保龙胎平安降生。有你这句话，本宫就安心了。啊，莲心，快去请监生姥姥。娘娘，监生姥姥正在偏偏候着呢，马上就到。娘娘，你先别急，臣即刻去准备。娘娘，娘娘，你千万忍着点啊，会没事的。娘娘，使劲儿啊！坚持住！娘娘，你不能不顾凤仪啊！皇后娘娘怎么样了？不好，虽然胎动发作，可是龙胎没力气，自己出不来，怕是要难产。啊！这得赶紧告诉皇上和太后。不成，皇上在元秋，太后在安华殿，他们都在为大清祈福，皇后娘娘不肯打扰。可这……皇娘，公主，公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知道皇额娘在生弟弟，我得去看一下她。产房血腥，您去不得。你别拦着我，皇娘。都已经这个时候了，太后还没有离去之意。咱们明日依旧要来安华殿祈福，只怕大家都累了。太后祈雨也跪了1天了，皇上也一直在元秋行大雨礼，咱们再累也不能懈怠，再等等吧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中宫喜得麟儿啊！那是大喜啊，真的是皇子。是。哦，
后娘娘不是只有8个月的身孕吗？怎么这会儿就生了1个时辰前，娘娘胎动发作，太医说只能催生，虽然有些难产，但是万幸，皇子终于生下来了。皇帝知道了没有？皇上知道了。佛祖庇佑，中宫喜得嫡子。哀家赶紧去看看。太后，您去也无妨，只是各公主都累了一整天了，若再随您去长春宫，怕也会扰了皇后娘娘歇息。哀家竟然忘了这个，那你们先回去吧，哀家自己去看看皇后母子。恭送太后。好像是有雷声，真是雷声。若真能下雨就太好了，宫中又有喜讯，想必皇上一定十分欢喜。今天是4月初8，也是佛陀诞辰的日子。皇后的孩子来的真是有福气。咱们出去看看下雨了没有？皇额娘，您看，从，皇后啊，自从你遇喜之后，朕思来想去，还是这个从字最好啊。皇上，这从字何解啊？这七阿哥是朕的唯一嫡子，从呢是为继弟的礼器，又有继承宗业之意，里面有许多朕的期许。臣妾谢皇上赐名永从。皇后免礼。臣妾谢过皇上。皇阿玛，您都不知道，皇额娘生产那日疼得怕人，可她只顾弟弟，一点都不顾自己。皇后，你怎么那么痴啊？只保着孩子，也不顾自己。臣妾只要能为大清产下嫡子，哪怕要臣妾即刻去了，我也死而无憾。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，皇后，朕要谢谢你。你拼死为朕保住了一个嫡子，也处处为朕着想。你为朕做的一切，朕都明白。再过2日啊，就是永从满月了。这永从的满月之礼，一定要好好操办。皇上，永从喜3之时，您就大费周折。这满月要大办，周岁还要大办，臣妾深恐这小孩反而折服，不如就在臣妾宫里聚聚吧。那好吧，就按皇后的意思，让嫔妃们带着皇子还有公主们来为永从庆贺。来，朕看看永从。哎呀，恭喜太后喜得麟孙，恭喜皇上、皇后娘娘